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国党的秘书长，也是复国党的主席陈凯丽舍利子。又到了礼拜三哈，跟大家见面，底下给大家问一下好，大家好，晚上好。来，大家安安，大家安晚安，好，晚安，好。感谢各位了，感谢各位准时要来到我们的频道哈。其实，那要讲国民党的内幕哦，还是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我们毕竟不懂，他们凯利他们是比这方面比较了解啦，所以我们今天想把这个什么马英九为什么切割萧旭晨，这是件最奇怪的，很离谱的事情。马英九比萧旭晨还红吧？为什么他要去切割萧旭晨？这一定有他的内幕了哈，内幕还让什么？让凯丽来讲。那今天节目一开始，那个廖董先让我来讲一下，我来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最近这马英九他总统做了有是你一个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吼，迄个顶一站伊迄个文教基金会迄个执行长啊，都伊内底迄拢咧甲发落遐个工课迄个萧旭晨有无？郑丽文动算了。郑丽文就把萧旭晨挖角去做国民党的副主席。在今年2月的时候，郑丽文委任这个萧旭晨做郑丽文国民党党主席的特使，去北京见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就是这个黑帮的最大头、最高的那个，他们有7个常委嘛，对吧？上老大的是习近平嘛。那个王沪宁去见那个王沪宁，在那边谈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要怎么样占有台湾，怎么样要来对付台湾的那个阴谋诡计啊。好，这个萧旭晨呢是谁？就是前阵子各位在网络上、在新闻上看到的马英九的文教基金会，迄阵伊要被离开马英九文教基金会，伊讲一句去美国在台协会气的马上出面给他反驳。他说萧旭晨说，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那个古立言处长啊，那个只不过他那个职务啊，那个处长那个职务只不过比我们一般的科长还大一点点而已啦，就是一副那种非常轻佻、非常瞧不起美国在台协会古立言这个处长，那个美国在台协会最大的职称就是那个古立言处长嘛，对吧？那个就等同美国驻台湾大使馆的大使伊就去讲伊人，你知道那个也是在讲给中共听，让中共高兴的结果那个美国国务院前阵子嘛，不就出面说了嘛，说针对这个台湾这个萧旭晨讲的这个古立言处长只不过比科长这个职务大一点这一句话呢，我们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一个声明，说美国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的这个职称呢，就代表我们国务院在台湾的官方的发言就代表美国政府所以你看就前面有这么一段的铺陈，最近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马英九把这个萧旭晨给 fire 掉了然后呢，又换了另外一个上来当他们那个执行长，然后呢，有意无意的对这个萧旭晨，你刚刚换掉，人家你卖命那么久，对吧？嘿，是你的那个左右手你刚换掉了换掉了，照道理说，我们都会还给他办一个那个习北参会啊，有没有？不是他把他换掉，他既然给他落井下石，说他人格操守有问题，对，很奇怪很奇怪，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从大陆我们复国党的体制内的他们非常清楚两岸现在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一些状况告诉我的。他说最近是这样，你知道中共现在整个他内部的大概的态势就是习近平想要一人独大嘛，对不对？照道理说他们那些习近平就是红二代嘛，他照道理说习近平应该跟他们所有那些红二代我上次讲到了那个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邓小平的儿子叫邓福芳刘少奇的儿子叫刘源还有胡耀邦的儿子叫胡德平还有一个是张幼霞，那可是张幼霞后来就被习近平给抓了嘛，对吧？照道理说
你习近平红二代你当权了，你要跟这些红二代大家一起分享天下嘛，对不？不是，习近平这口小学3年级程度的，他想要做一个一人独大、一人万人之上的那种独夫啊所以他把这些红二代全部通通给压抑，统统给他打压所以呢，大陆现在内部他们共产党体制内形成了一个叫做习派跟反习派。那我跟你讲啦，真的那个反习派要能够形成一股力量对抗习近平这个当权派，我跟你讲，就是他们红二代啦。你说其他的龙博法斗啦，那个什么中共体制内还有一种就是以李克强为那个胡锦涛为首的那个团派，那个基本上已经全部通通被团灭掉了就这些所谓的反习派，就他们红二代，就我以上刚讲的这几个代表好，那我跟你讲，微妙的事情就来了。哎呀，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历史的脚步在往前走，你就觉得很好笑。那大陆现在情况就是习派跟反习派都是红二代在那边争，对不对？好，台湾呢？也很好笑，国民党自从大罢免完朱立伦下来，那个党主席不干之后，不是选上了那个郑丽文吗？郑丽文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他们大陆中共现在的所谓的习近平派就当权派那这王沪宁呢，就是他们习近平派的一员大将所以呢，郑丽文他们现在在国民党里面这一群的这个以郑丽文为党主席为首的这个当权派呢他们就是跟习派就习近平这个派结合在一起。好，那我告诉你好玩的事情来了，这个在大陆上反习近平的这些红二代，这些反习派，对不对？他们现在前阵子不是透过很秘密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运作吗？他们认同复国党在台湾主张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法统基本上有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说大家都反对习近平共产党这个体制了嘛这因为这些红二代已经有习近平打压到他们后来发现共产党这种制度太不可保障了所以他们也认为应该要走宪政的道路，所以台湾这个复国党主张中华民国法统这一条路是可以的，所以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共产党习近平这个体制解体之后，大家都同意我们恢复以中华民国为国民的大陆走民主化嘛。好，那这些人现在是开始跟国民党内部的有一票人就是他们现在定位叫做反共派的但是过去以来呢，都是在国民党内部都是属于那种少数的被打压的，对不对？好多那个只要在国民党里面讲反共就会被开除党籍的。那我告诉你，这个形势慢慢的在转变，因为郑丽文因这块因那边不甲国民党在台湾用被花起啊嘛，对不？这个再来选举，他们要拿到那个票的几率真的是非常难的。你看那个新北市那个市长的选举，那个民调对不对？民进党的那个谁已经超过那个国民党提名那个嘛？那个从这个一页就可以知秋。所以现在马英九他们也发现了，如果跟着郑丽文这种脚步，跟着习近平这种脚步这个国民党也绝对是没有机会了，也绝对是万人所唾弃的。所以现在国民党慢慢的像马英九他们这种郝龙斌他们这种，慢慢他们也体会到了国民党不能让郑丽文这样的带下去，所以他们那个反共的过去那个深刻在骨子里的那个反共的那个意识形态又上来，所以现在很好笑的就是大陆有习近平派当权派跟反习近平派的那个反习派呢被打压的这一股势力，现在也在跟国民党台湾国民党内部被打压的被压抑的这些所谓的反共有这个意识的这些国民党里面这些政治人物开始在联系，所以呢，有一个看到就是说，马英九呢，应该他愿意接受了到国民党要走回反共这一条路，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
文教基金会这个萧旭成，因为他已经投郑丽文了嘛，已经郑丽文邀请他担任那个副主席，他就跟他切割了，然后切割了还给他那个落井下石一下，还说这个萧旭成人格上面品性不好啦，艺术的讲。是不是？我在猜想了，可能是因为你们去跟中共在一起嘛，中共一定都给你们的好处，他也要做一个切割嘛，表示说，你看我马英九回到这个反共的这一条道路上，我是坚持非常清廉的，对吧？所以这个很微妙啊。现在大陆的两派在相争，习派反习派，台湾现在郑丽文这个挖习派，然后国民党来对，现在慢慢的因这边呢。已经去郑丽文打压这边呢，慢慢形成一股要反共的这个我跟你讲，所以复国党我们从下半年，我们就是准备要开始进攻这个国民党的基层跟国民党的这些被郑丽文以外的这些被郑丽文打压的这些国民党这些高层的这些人物，尤其是马英九这个郝龙斌还有这个朱立伦这些人，我们要开始去跟他们做这个拜访我跟你讲，台美党呢，将来跟复国党，我们是兄弟党，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我们重点是在于这个国民党留下来这庞大的，他现在内部已经开始一团混乱很多人是不愿意跟着郑丽文的这种路线去走的所以呢，很多人他是渴望的，希望有一个能够让他支持，能够让他认同的。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复国党的这个正蓝军的诉求，跟台美党的这个美国加入美国联邦这样的诉求，我们结合起来，我们在蓝营里面，我们下半年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走出去，从国民党的高层跟到他的基层，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拜访，去做宣传，去做这个诉求啦对啊，政治其实就是这样的对啦，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就是都在什么，都在抢共产党在台湾代理人的正统之争，他们所谓的正统你说我是共产党是台湾的那个，但所以说马英九他们可能觉得我的正统被郑丽文抢走了嘛，所以他们开始有内斗，国民党的内斗全部都是为个人，没有一件是为国家民主的，而且他们也发现。郑丽文这条路走了也是他们会死得非常难看，因为他们又不是看不懂民调真正支持统一的才10%不到9%多少嘛？你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大的什么中间选民或者是什么反共的选民，而去争取那9%的？这个没有人这样做了，除非什么个人的利益啦。这熊干大家你读过政治，不要说读过政治学了，你读过3天书你就知道说，没有人会去抢那个极左派的这些东西的，而是什么？大家都要中间派嘛。可是为什么政党他们这样带走？他个人给我多少利，都给了他多少利益嘛？这是自己就简单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反共啊，民进党本来最聪明的就是抢了国民党的反共的那个什么的旗帜的。可是我很想问各位啦，到底赖清德有没有在反共？这一点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明明今年的年底是有机会的各位，你看到新北在翻盘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国民党已经彻底不演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什么，这种边际效应，会让很多人觉得我几万的，我怎么投了下去？你国民党，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些复国党也要出来抢这个票，我们台北党也要出来抢这个票，民进党也可以抢一些票，大家都知道嘛，对吧？但是你为什么民进党这个时候到今天存8个月9一生8个月，各位不是很久啊，8个月他现在怎么？台北市还没有推出来，桃园还没推出来。我可以跟你讲啊，这个赖清德去投，我很清楚他在玩什么。他知道所有人整个民进党都希望拱川出来了，但是拱川跟他不同派系说他根本就不让你出来。所以他也就可以拖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就给推出一个黄世杰，我看他推黄世杰跟在台中推出那个核心水意思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黄世杰是前年立法委员输给谁输给涂全集的人一连涂全集都连立法委员都双没过，
连立委员都选不上的人就输给涂千吉，你说能让他选市长？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选上，也许大方向整个风口浪尖哈，对，他也许，但是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你一个总统呢，做到那人会惊你这样，然后呢，所以说你装到最后变成什么？没有自己的人，行为上重要是没有自己的人吧？我看了真的其实我不需要去批评他了，因为我们已经政党成立了，他跟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了，所以你们这个什么坚定的深绿的，请你们继续投给民进党，不要来投给我，拜托哦，安尼搞狗个规政府会拍前身的恶名，讲我你是在求民进党的票，我们也要请你的票，因为我觉得中间反共的蓝营的反共中间这块就对吧更宽广，所以我只是建议了哈，如果因为昨天在群组里面有人讲了，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推出来支持民进党啦，什么忘你是对啊不对？我政党成立的时候，你是在跟我讲这个话。我们没有推出候选人的地方，当然党员自己自主，对吧？我刚刚你觉得民进党比较好？当然如果这样，我是建议，如果我们没有推出人，你们投给民进党是 OK 的。但是你在我的族群里面讲这些，就有点什么内神通外鬼，我给他太屌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踢人了，但是这个我跟他知道你自己怪怪，这是我们政党的原则哦。如果我政党没有成立之前，你这样讲，我们还可以忍受啊。你现在我政党成立还讲这个话。所以各位要分清楚，我们现在政党政治已经成立了啊，我们政党已经开始了，我们才是真正爱台湾那个人，我们才是最反共那个人，我们跟护国党要把反共的这个旗帜抢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什么？开始其实一些我们以前都知道真相，不好意思讲的真相，其实慢慢会讲出来。民进党是闭上让你们自己慢慢看就好。而且话说回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不管是东南亚的国家，好像是印尼吧，还有东欧的很多以前是共产党的国家，后来民主转型之后成为民主国家，他们的国会都是有立法哦，是不可以宣扬共产主义，他们是定那个共产党，这个是一个违法哦。甚至我那一天看到，好像是印尼还是哪里，他们已经通过立法，那个宣扬共产主义哦，你刚才宣扬共产主义就判刑15年哦。对啊，就本来很多世界都这样啊。那就是那个东西德嘛，东西德统一之后，你看西德他们也是说以前德国他们之前那个希特勒那个纳粹主义有没有？那个危害德国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也是立了一个非常严苛的法，禁止。德国的人民是不可以宣扬那个纳粹的那个思想哦，那个也是非常那个。那我有时候在想哦，奇怪，咱台湾我们是受这个妈的这个对岸那个邪恶的中共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跟他完全没有任何一丁点关系。结果他每天在那边诉求我们是他的一部分，他每天想尽办法。要把咱台湾并吞，你看哦，那他对我们危害这么大，我就在想，那个蔡英文在当总统的时候，也立法院一起过半数呢，他那个时候他怎么没有那样的一个思维，想说，我读立法院，我现在过半数，我今年来通过一个法令哦，那个我们台湾是禁止宣扬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就在对面，每天对我们渗透、收买，无所不用其极，要给咱跳脚落巴。我们一定要给他立一个法，把它定这个共产主义宣扬是一个违法，甚至要严刑重罚而且应该要在政党法里面要规定，这个你如果是组织这个政党是属于共产党那种主张的，那个都是属于叛国的行为，都要严禁禁止。你看台湾还有进来，我那一天去参加那个。小党的在台北有一个那个小党的那种大家的联谊会啊，我跟你讲，里面竟然还有共产党呢！哎呦，这大概台湾都有一块照进去，我们就太宽容了。所以我有跟台美党我们廖主席，我有个建议啦，讲听好，那个台美党内政部那个政党证书来了你有正式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咱两个党因为我们现在是号称台湾最反共的2个政党，对吧？一个正蓝军的，一个台派的嘛。我说我们2个党，我们来找专家学者咱来写一个
禁止在台湾宣扬共产主义的这种立法，咱来写一个这个提案出来，咱来找这些立法委员，因为咱两党我们目前都没有立法委员嘛，我们来找这些立法委员，我们要来推动这个事情。你总是要先让他开始推动嘛，那这个人家很多东欧的国家，很多东南亚国家，人家都做了嘛，去把这些资料都找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两党要以最反共的政党的一个诉求，我们要推，在台湾是不可以宣扬共产主义，共产党在台湾也是要定它是一个叛国的、违法的这种诉求的政党，然后现有这种共产党都要把它勒令解散啊，不能让他在那边跟中共在对岸那个中共在那边勾勾搭搭的那各位我跟你讲我最近对赖清德的态度开始在反转，是为什么？中选会让游盈隆做是什么意思？我跟各位讲，然后呢，中选会被蓝营全部抢走了，你们都知道嘛？这什么意思？这是在釜底抽薪啊！我今天都不，我现在质疑赖清德，你到底是谁的人？我今天搞不清楚。所以我讲，那台美派，我先跟各位讲，你们所期待的东西啦，未来怎么样去肃清这些匪谍啦然后说什么甚至有一些人讲说什么杀人犯要执行枪决了然后就那些人权组织，所有你们在我这里谈的东西，只要我们执政，我一定全部处理掉。我跟你讲，我们执政的承诺就是，只要我们执政了，我们右派的所有政策，我们都坚持到底，会执行到底。任何一个人，我告诉你，我们都能够执政了。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不要再跟我讲说，哎呀，清敌还得是足多人给撤走，没那个事的。我永远跟你讲啦，行政权永远高于立法权的，而且总统制的国家，蔡清德其实有太多行政命令可以用了，他一条都没有用，还是居然让中选会让游盈隆这种人，让中选会整个送给蓝白。我问你，这是想干什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也许有些人快要露出马脚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台湾会有出现这种事情。可是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各位，我们右派的台美党成立了，我们未来要走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有影响力，所有你们所期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做到。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强力的去执行，我用所有的行政手段，我强力去执行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还让你在台湾宣传共产主义，还让台湾成立共产党？你是在讲什么笑话？讲什么笑话？就是我非常非常不能理解，我们是中共的最大受害者我们为什么我们竟然我们的法令里面我们还可以允许他可以在台湾宣扬共产主义一寡萝卜熟糕的规天，你看红统的迄个小党有无？迄规天就伫遐咧。那中共在配合，我之前在台北跟因有一个机会，就那种政党联谊会嘛，我就问因迄摆明的因就是红统，你知无我就讲我问恁恁伫台湾甲中共迄边联络，恁是几个系统？一个甲我已经做下，伊甲讲有5个系统国台办、统战部、那个国安局。还有迄个国台办、统战部、国安局，还有一个什么我讲我袂记啦，伊甲讲5个系统，我有甲问迄个金素梅啦，甲恁是有共一个系统无？伊讲我无共系统，所以我讲难怪恁咧办活动，金素梅拢无来甲恁赞声，拢无来甲恁斗助奖，对无？伊讲这5个系统伫台湾拢负各自独立，家己算家己的，因为因拢家己爱对因面顶迄个单位表现嘛，迄个面顶迄个单位佫要去甲习近平去抢功嘛，就说他们中共这么恶劣，这么的邪恶，对台湾的系统就有多少系统在对付台湾啊，你就可想而知为什么我们台湾内部为什么大家讲其实咱用渗透甲足严重。前阵子不是光是那个执政党民进党自己内部不是也抓了好几个匪谍有没有？前阵子所以他也不仅仅只渗透那个国民党他民进党他也渗透，还有军方是最严重的。你看经常咱就看到的新闻又有一个现役军人被查处被判刑因为他被收买就区这个新台币3万5万那都收买，然后他就把他
他管的那个军事机密就都给中共了。我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台湾现在最反共的这2个政党，一个正蓝军的，一个台派的我们这2个党一定要来推这个，在台湾绝对不允许共产主义宣扬，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这种诉求成立啊。好，就像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讲了，他说投票前，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对媒体表示，这次中选会仍是执政党要展现高度，释出善意，因此党团最终决议一致投同意票。所以是他们一致同意把什么中选会送给蓝白，他们爱怎么样算？你知道吗？现在美国他们在干什么？当时民主党作弊把川普搞下来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到台面了嘛？是不是？尤其是什么通信投票，那个简直是荒唐到极点。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在通过，各位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偶然。不要以为是偶然，所以之前我们大罢免的时候，很多人就出来讲说，因为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后面的金主都同一批人，所以他们是要统一的。所以你看现在开始无形中一点一滴在侵蚀我们所以很多人还在讲说，哎呀，你来激起民进党了，民进党这种伤害比国民党伤害强100倍我们是很防国民党的。那其实说真心话啦，国民党要在台湾通过什么舔共法案他受到的压力会很大。可是民进党有可能蒙蔽了一些人，我就问各位了，我讲的这些到底哪一点错？到底哪一点错？为什么这个时候把中选会送给他们？免算了，免算了然后他可以出台一系列的什么作弊的法案嘛，你哪有一换？但是什么？这个是奇怪的事情这个你们都不觉得奇怪吗？我想最政治人物不要有任何个人崇拜，拜托你们，我已经讲很多年，对政治人物不要有个人崇拜，永远用最理智的态度去看谁做的有问题，马上就警觉这个人有问题。以前我是不是赖清德最大的粉丝，对不对？后面为什么我慢慢发现不太对劲？因为一系列的东西，选前跟你讲说1万块不发了，我1万块白发了，我们还有更多的事要做，这句话把我们害死了。那你就没来东西，他这个人比较他情绪性啦干了这个情绪性有什么关系？他妈连这样一点政治现实都没有吗？我一直容忍他1件2件3件，到第3件我就不忍他了，我就发现也许真的有问题。所以各位不要惶恐不要台美党出来了，你们真的可以相信这个世界，这个台湾只要还真的反共了，你们才能信中共要花一点钱，我已经讲了，中共要打台湾可能要花10兆美元啦，买台湾不要说100亿美元就把你搞定了，10兆跟100亿差多少？你们自己算就好了。台湾这些丢人现眼的不要脸的鬼东西1000万2千万你给我买去代表1000万2千万你给我买去你觉得这些人有那个风骨说我跟民共会花多少钱我能敢抵抗吗？没一款人啦。真的没有那种人，好不好？刚刚廖董讲，廖主席他讲，民进党说，我们要释出善意所以我们就把中选会这个作为一个善意，然后就等于大家同意嘛，就交给国民党蓝白去主掌那个中选会。我讲一个例子这个真的是非常恐怖。你知道川普总统他第一届动算，他也是意外动算，所以那阵民主党执政的那州他就没去做票，对吧？所以川普在上一次他是动算过一轮嘛，对吧？本来大家因为民主党希拉蕊拢认为那川普剩什么碗糕，对吧？已经那投票下去，因认为会大胜嘛，民主党会大胜希拉蕊，就那个克林顿的老婆会大胜，然后准备要开香槟了，结果莫名其妙川普去动算，好，结果第二次。那个在川普不是要再连任吗？结果就输给拜登。你知道那个所有只要是民主党，就是拜登那个民主党执政的那个当州长的那个投票都出现非常猫腻的那个投票的那个票数。然后因为美国他们也有所谓那种用那种投票机投票，你知道那个投票机那个竟然是中共制造的中共是世界工厂嘛，那个叫多猫腻投票机，
只要是民主党执政的，民主党当州长的那个州的那个都猫腻投票机，那个票数都莫名其妙的，那个拜登的票都跟那个川普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那个票数啊。现在不是开始川普又当选了，他现在不是在查吗？才发现说要求了你们那个投票机里面你们都造假哦。然后呢，美国也有那种以前在拜登民主党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非法移民都可以投票，你知道吗？结果投票竟然不用拿身份证去了。我们在台湾，你看我们多么严谨，你给投票，你下来选举人名册，对吧？要对你那个身份证嘛，你要对了，你才能去投。他们美国他们是一个不用任何身份这样就可以做了好多假的那个票。我从这个案例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说，你看到美国就是前面有这样的一个选举这个委员会操诸在民主党的这样的执政的手上，你看他们为了要让民主党的候选人当选，他们就能够上下其手。如果国民党因这点呢，因现在又操纵了我们中选会，你都不知道到时候选举只要有稍微一点点那种纠纷或差错，他们会怎么样的去颠倒是非，怎么样去把这些事情弄得让故意制造混乱。我认为这个真的过来选举一定会衍生出很多那种无谓的麻烦了。因为我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我不是随便讲美国政治大地震要来了被美国闪电抓捕的毒枭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准备出庭作证，他将揭露美国多州的州长、州务卿与选举官员收受外国贿赂，目的是什么？把委内瑞拉操控选举系统这套带进美国。对吗？被点名的官员很多我这个不太会念对啊，这些指控如果成立，这不只是选举舞弊，而是外国势力操控美国民主，政治清算可能才刚开始，台湾也该大扫除了。这个事情我跟各位讲，美国开始查这个事情了哎呀，我先把这个斗内的念一念，好不好？好。赖150个斗内谢，讽刺的是亲共的也有本省人，对吧？这我就没有办法讲了，是吧？那个甲乙丙60块斗内，谢谢。赖再一次斗内那他讲什么？看一下，也是150块。他说一山不容二虎，绝对不要跟美国为敌，中美战争至死方休。是的，其实我说过，以我们这些观众来讲，其实我深跟各位讲，如果有一天我们执政了，光我们这些来执政就够了，就绰绰有余，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妄自菲薄。而且我们讨论了这么多了。你要期待民进党去做这个事情，左派民进党做不出来，一模材料做这些都是右派在干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美国跟日本开始向右转嘛？因为真的知道说你右派不出来，照像这样明明知道人家在操控你的选举，大家还过得很开心，不要跟他很操控选举还不用拿身份证。我跟你讲啦，我到这边来投完，我到下一个投票点再去投一天我可以投几十票。对啊，就这个美国就是这样就这个问题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更不要讲说通讯投票了。所以川普现在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台湾要走这种步这种后撤吗？所以说你知道还有很多什么刑案的受害人非常非常愤慨了，因为让那些那加害者到今天还在逍遥不要说逍遥法外，还在监狱里过得普通人生活你没有枪毙他们之前，对这些受害者家属是一种无形的折磨。家人已经也很受害了，全家还要跟着这个事情折磨，只是因为你这些什么左交这些什么废死联盟这些不要脸的东西你知道废死联盟他们每年用国家的公费帮这些加害者辩护，每年要花15亿嘛，每年15亿以上。台湾被这些左交搞得国不像国。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塔山，你都敢说你执政之后把这些该枪毙的都枪毙完我们就全家挺你，这是必然的，这是我们右派来讲，这是必然要做的，这没有什么敢不敢的事情，好不好？所以各位，与其你在这里天天很愤慨帮我们去推出去，你们想要的做的事情，民进党不可能帮你走了，但是我们
右派会做，不是帮你做，也不是帮我做，这也是我一生的理想，也是富国党一生的理想。台湾需要这样的一个政党，好不好？各位真的要把这些东西传出去，好不好 ？OK。这个廖董又讲到这个政党政治这个问题，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哈。你看哦，真的是我们感到非常非常欣慰，就是廖董现在一肩扛起这个台美党的这个主席的工作哈，这个绝对是吃力不讨好啦，而且一定都会被打压，会被抹黑。那我们很高兴是让台湾发展这个自由民主发展政党，真是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一直我们是绕在一个绕不出来的那个矛盾里面，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他们那个不叫政党政治，他们那个叫仇恨政治，对吧？而且他们那个都几乎都是你死我活的，在政治上斗争，都是列宁式的政治，哪有民主党政？哪有民主政治？我跟你讲，真正的，我觉得台美党的成立是给台湾的政党政治要上了一个台阶。是什么台阶？我以我自己在台湾出生、成长、长大哈，我会感觉是安尼，咱这么多有善良、有水准的台湾人，我们不能只是一个党而已嘛，对吧？咱一定要有2个党嘛，都是咱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你那样，咱有2个党，因为你若刚好有一个党，永远跟国民党他就是跟你是一个生死斗，而且他的那个利益完全是他是跟着那个共产党的那种思维，他是要把你并吞，他是要来杀死你的那种思维。他不是说我要在台湾跟你好好的去经营台湾、爱台湾、建设台湾，所以一定要在台湾的政党政治的舞台上让它消失掉。未来咱台美党跟民进党，我认为就是全部是咱善良咱有水准的台湾人我们成立这2个党，然后呢，真的是在政策上，在为台湾未来的发展，在台湾的所有面向两岸、面向全球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主张上去做一个良性的竞争跟辩论跟比较。廖董他今天愿意承担起台美党这个主席的这个工作，我相信他以他的个性，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以他的那种不平则鸣无欲则刚的个性，我相信他会是将来真的是民进党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那种在野的力量，而且是我们本土派的，是我们台派的。我跟你讲，这个才是真的台湾之福。未来的是呢，你民进党你也激进，对吧？台湾最大的反对党在野党就是咱自己台湾人的台美党，然后我跟你竞争，你不行，你下来，大家都会使接受。个另外一批台湾人做有水准的，做见识的，起来执政，拢为咱台湾好。你不会担心说，哎呦，如果民进党没这种去国民党执政，那我们就惨了，那个共匪就来了。没有嘛，以后不是这样嘛。所以我跟你讲，这一次的2026这个基层的选举，要做一个试金石，要把国民党先把它给踢出这个台湾的政治舞台。到了2028，我跟你讲，就要真正的形成一个台湾人的政党政治，台美党跟民进党这样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发展。对吧？所以呢，很多人讲说，哎，我们应该怎样扩展出去？就是这个就靠各位，所以我说各位要帮我转发我的短影片嘛，对吧？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这个朋友Lenny他说你应该多上节目。我跟你讲了，我台美党成立之后不会再有人找我上节目了。你真的很天真，你知道吗？他会被打压啦。我以前讲话比较冲一点，人家都已经开始在防我了，你不知道吗？其实你们应该知道，我上每一个节目都给他创造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视率嘛。你看嘛啦，是吧？新闻大破解啦，那个像那个花溪那个像那什么，忘了三人行啊，小军的节目啦，3立杯啦，我哪一个不是帮他创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视率？为什么他们会再找我吗？应该讲一句话啦，你太穷了。我讲真话，我冲到哪里？我讲我抽干辣椒，我有讲难听的话吗？我有硬凹吗？我每一件事都讲道理，但是这个台湾这个时代变成什么？一群乡愿，你听好不好？明明知道问题在哪里，他不敢讲是为了要收视率，因为探钱嘛。我没这个问题啊，我讲
我自从搞台美党到今天，我的点阅减一半以上，我收入减一半以上，损失惨重，我损失就惨重。我有没有说，哎，我改弦易辙啊？我过来支持民进党，支持民进党靠比较有收视率，不可能哈！这是我们的人格。我有一直说，廖董，你真的是台湾人的良知诶，良心诶吼。你看你这个直播本来你好好做你的直播，你生活过得这样快乐对吧？哇，现在一肩扛起，要成为民进党执政党的一个增友呢，要成为他将来一个强而有力的竞争的对手。这一条路真的是很辛苦，不仅仅会被打压，会被误会，会被抹黑。我跟你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大家一起帮忙，我们廖董一起来推动台美党未来要走的路啊。什么叫激进？你讲来，我听看，我是什么都激进，我只是比较激烈的情绪告诉你真实的话。你应该讲说，哎呀，塔山你讲的都不对哦，你应该从我的论述去打脸我嘛。你讲哪一件事讲错，哪一件事讲错，那个才叫激进嘛。没有的事实，没有的事硬讲，那叫激进嘛。我只是告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真相，然后我讲的比较大声，按就是激进。他妈，你们对激进的定义也太广泛了，好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不用再去靠别人了啦，因为我自从我们跟大使分开之后，我就已经不再相信别人了不再相信别人，我们真的要靠自己了。就让扣个结果我们也能做啊。我来什么？我们这叫什么？富国党收留我们党部这我们可以不用花什么钱，我们一样可以把事情做起来，是不是？不一定要靠什么金主啊，基本上想打工金主我都不信了，我都不再信了。我们一开始就说，有金主的话，我们要办活动比较容易了哈。我跟你讲了，这个才叫做什么？每个人小额捐款，让我们台美党有能力去做任何一件，这个才叫做能量，才叫做能量啊！如果做不开。天意嘛，大家讲你塔山没什么能量，我没跟你关哪里，那就天意。我的人生尽力了就好了我跟线上的朋友说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平凡的众生，对吧？将相本无种啦，男儿当自强啦。你看政治啦，或是历史啦，或是商业上能够功成名就的。人家也都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打拼起来的，绝大部分尤其是能够白手起家，一步一步打下天下，这种人他才会守住天下那个含着金汤匙继承那个家业的黑洞，最后都败光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说这个富国党因为各位已经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很了解富国党，我们的所有的主力，我们是在大陆发展跟海外的反共中国人，对吧？那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解体中共，我们是要把台湾这个大家很讨厌的中华民国，我们给带回去大陆嘛，然后让大陆民主化。大陆民主化了，就没有那个每天虎视眈眈底下咧笑想台湾那个中共嘛，一个斗啊，对吧？像伊朗要安尼斗啊，古巴斗啊，委内瑞拉斗啊，对吧？然后这个让我们富国党去做这个事情，那因为我们是正蓝军嘛，我们是民国派嘛，所以我有跟廖主席说了，我们是台美党跟富国党，我们是兄弟党将来台美党还会结交很多的兄弟党啦，不会只有我们嘛，但是我们是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忠诚，信守这个兄弟党的责任，因为我们是正蓝军，我们会到国民党的基层去我讲拄到外省人这三句话都感情都揪到顶啦因为我家己都外省二代啊，我都蓝营的基层遐外省族群，我去遐讲三句都拢来啊，大家放心。那我呢，富国党我的责任就是跟台美党我们一起怎么样配合，我们要去攻蓝营跟中间选民的票把这些票挖出来。让他们对郑丽文国民党这种亲共投共这样的理念他们不愿接受，让他有一个地方去嘛，所以富国党跟台美党刚好就可以互相为用，我们负责把他这些票挖出来投给台美党。未来因为再来的中央选举是在2028嘛那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战场，我们未来要
努力的在这上面，在那个2028的那个立法委员不分区，那个是属于国会的选举，那个是关系到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国际的未来的方向跟两岸的方向，所以我们将来台美党在立法院一定要拥有席次啊！各位，2028还有2年，对、还有2年，它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啦，因为我们的政党票纯粹就是靠空战。对啊，你来讲啊，区域性啊，选型没有那个没有地方性的地方的实力，我们真的选不上。对了，没有组织票我们选不上。可是我跟各位讲，政党票一定需要空战，空战刚好是我们最强。所以各位，已经很多人看好我了，我已经讲过，很多人来找过我了哈。我这个东西不在话下，很多东西不想讲太多哈。对了，真的很多人开始看好我们了。我们一政党，我一成立就是说活动。我正式吧被选为党主席之后，开始找我的人就很多，而且都是越来越高阶了哈。早期找我们都是那些边缘人了哈，那些就是说看样子他想选，又国民党也不给他提名，民进党不给他提名，可是我看他本身实力也不够，实力不够，我们就尽量还是不要碰了，因为我们要给他一战成名嘛。后面来找我们的实力越来越够，所以只要我们继续从这里这样继续走下去，机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看为什么政论节目不敢找我？我才15号才才成立啊，17号我的中国朋友全部都被，不要说全部了，我三个前妻嘛，前妻前女友都被喝茶，而且就说我跟他说怎么回事？他说对啊，你当党主席我们都知道。我说哈，我说没跟你讲，你怎么知道？人家都来讲过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从中央知道，然后到地方。冷刚，这是我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快的速度，那叫最速键的最速键。不要紧张，中国就惊咱这款动作，所以我告诉你，他越怕我越要做。我每次看到他害怕，我都快笑死了。我一个小人物，我们2个都算小人物吧？可是我们俩做对的事情，可以把中共中央怕成这个样子。各位，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在吹牛，中共所有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2天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没有那种事情。体会型啊。所以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刑侦小组在办这个事情。以前都是层的一个公安部门啊，以前叫国保。什么叫国保？你知道吗？只警察给我一个派出所里面最没用那几个人就被派去当国保。就因为他们这只是审查言论，他只是吓唬一般人而已嘛。他只是啊，你只要来啊，签个保证书啦什么，他就认了嘛。其实拽狼，因为他们听的什么的这种言论比一般人多，所以他们也很懂嘛。但是这批人只是吓唬你，他为什么不用这批人，要重新用行政小组很大你要知道，他用行政小组来查这个，因为他好害怕。我不是讲过吗？我北京一个什么导演，他家境非常的好，他很有钱，他是我的铁粉中的铁粉。对，有一次他们4个朋友在茶馆喝茶，突然那个人他的那个导演被抓走，他们就觉得奇怪，靠可怜，我们在地方上这么有名望，谁敢来抓我们？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什么，给派出所我也拍谁哦，我刀，这次是刑侦小组来办。我的事情，这个3年前的事哦，现在要重新又来了，因为我当主席这件事情把他吓坏了，所以又开始重新一波的清洗。但是还好，我已经跟以前的什么的群友都已经没有来往，因为很多人都怕到，他们不害怕，他们怕什么？因为共产党恐吓人的。你这样下去会影响你孩子的就学跟就业哦。没错，大家都在讲他只能这样讲，因为他只能这样啊，恐吓他。要不然你的退休金会没有哦。没错他就这几套而已嘛。所以其实我跟你讲啊，这种东西到一般人来讲，他只是说表面上我听你的，事实上他心里内心的怨恨更强。所以只要这些人只要出国自由的空气马上会找我。他在中国已经不敢找我了哈。我讲一下为什么中共对台系统，我刚刚不是讲了吗？那个他们有5条线的对台系统，各自为政，自己在打拼自己的为什么对廖董跟我台美党跟富国党这么的紧张啦？其实这个要追溯到最早共产党就是以搞仇恨起家，所以他们满脑子知道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制造仇恨，所以他们长期在台湾的工作就是不断的
在各个团体、各个阶层制造仇恨。你看哦，国民党、民进党，因为是台湾2个最大政党嘛，对不对？在政治上，他们就让他们去仇恨，他不断的有一部分他们的中共的那个文宣的，就假冒是国民党的就是每天骂民进党每个都做歹命，你在网络上看对不？那挑纲就是要制造你仇恨嘛然后就定位你是台独对吧？然后呢，有一部分中共的那个文宣人员就假冒是本土台湾人，民进党就开始骂国民党对吧？然后就这样制造仇恨。本来共产党想讲我在台湾制造这仇恨，因两边安对下斗得死去活来，我本来就欢喜没想到在去年大罢免时，那里突然冒出一个台派的，还是道地道的台派的廖金章还有一个郑南军呢，还外省人外省2代根正蓝红的那个根正蓝苗的那个郑南军的那个副国党他两个那里很奇怪，因为教导他说他两个是非常外媒非常都样对方的，尤其廖董对吧？他讲到国民党，讲到中华民国，他是没一块好的。奇怪，你这郑南军那些副国党，你哪里这样好？我跟你讲，他就紧张在这里，他发现呢，原来廖董跟凯利哇一个台美党，而且他们现在又成立了一个台美党，而且还是本土台派的台美党，然后跟副国党这个打着郑南军以中华民国为诉求的这个2个竟然能够团结反共，然后在台湾不断的发酵。我跟你讲，你说他紧不紧张？我们2个已经把他多少年来在台湾已经制造好的，已经布置好的这种仇恨的这种对立突然一下子我们2个做了一个示范，把它打破了我跟你讲，你看廖董多少他的铁粉，我出去拢讲秘书长，我讲奇怪，我都不捌你嘞。你讲我就是拢看他直播那么多台派的朋友，他们以前没有廖董的时候，没有那个台北党的时候，没有廖董直播的时候，他们都支持民进党的对不对？他们都是被共产党的那种制造对立，都看到外省人，看到什么国民党，看到什么中华民国，绝对是不好为，也绝对是不会欣赏的。可是现在你看廖董的直播的这么多，我们台派的好朋友，凯利秘书长攻中华民国应该回到大陆去建立大陆的民主化，大家都鼓掌，都说很好很好有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帮忙的，对吧？我说这个推翻共产党真的就是让反共的中国人去做就好，由副国党来领导然后呢，我们台派的，我们台湾的，我们支持台北党，在幕后给副国党精神上的鼓励支持，这样就好然后让我们去团结大陆海外的这些反共中国人，去把那个中共这个这个邪恶的暴政把它推翻了，就这样好，各位妈妈先点赞一下，我们到今天才300多位点赞而已秋秀们150块抖内谢谢啦，郑小豪70块抖内谢谢，0800 150块抖内谢谢首先啦各位，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不管别人的阻力有多大，我可以跟你讲了，我们的驻美代表说他只要他的文发的文，只要经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的全部被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官员，只要任何一件事跟官员有关系，他一定把你的台美党3个字给剔掉。所以我就说，很多说哎呀，人家有没有打压你？我看有没有打压我心里很清楚啦，我心里很清楚，所以这个没有关系也跟他讲话我就是怕你不怕我你怕我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把什么？我们开始把什么？真正的我们的党务运作要慢慢建立起来。我们有什么负责公关的，负责什么法律的，或者什么？各位有这个觉得有这个专才的人，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会有个工作群所以未来每一个人有搞文书的啦，搞宣传的啦，甚至有些人电脑比较厉害的，可以搞一些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开始具备很多人，所以我们是一个这么小党有驻美代表，你知道吗？而且他的能量很大哦，因为那个李会长啊，他能量很大，他在美国已经跟很多团队已经有了基本的关系了嘛。他最近常常在开始他是个天天办活动的人啊，那叫厉害的，他在美国很厉害，就这个是最后他留下来了。我当时以为他会跟着某人离开哦，还好他这2天跟我联络，他要愿意留下来，我真的衷心的感谢。也就是说，做对的事情，大家一起做，那个能量会很大，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一直跟各位讲，不要觉得我们是小党，我们的旗手是真的非常漂亮。我们党到今天还没有正式被核准哦，可是你看我们展现的力量有多吓人啊！开始跟民进党开始打压打成这个样子了，其实也很好笑了。而且在美国这个虾已经出来了，在美国台美党这样一群人，我们的声量已经出来了，好不好？真正最爱国的，我跟你讲，就是台美人这批人了。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叫台美党？因为我很清楚这一批人最爱国了。我像我们这个在海外住过很多年的人，真的人在海外才会真正的爱这个国家，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国家真的不容易啊，这个东西要保护住啊，不然我连回家的地方都没有，好不好？就是这样哈。我跟廖董说，台美党第一次成立大会完，为什么那个内政部给我们审核我们书面的资料的时候，说我们那个不齐全，把我们打回，然后才第2次，然后你看哦，这个冥冥之中真的是老天爷，所以我一直相信那个举头三尺有神明。我告诉你，真的老天爷他就是说，这个台美党承担着未来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一个角色哈。台湾人不能只有一个党，民进党，台湾人应当爱有2个党哦，2个党互相良性的、非常善意的去竞争它哦，不可以仇恨。所以你看哦，老天爷，你第一次成立大会送去的文件，那个我们秘书长自认他能力那么好，他已经左斟酌右斟酌，已经整理得这么完善，你看还有一个漏洞哦，被那个内政部的那个政党的那个承办人说不行，才有第2次才真正的我们选出了我们大家。我那天在那个第2次成立大会，我就遇到一个啊，那个在我旁边跟我说，都那天你跟他讲的，他也是跟我这么讲，他说吼，我第一届我就不爱去，因为我想讲迄党主席不是廖董啊，我说这个我一定要来，我那个所以呢第2次你看他讲你在台北啪倒啊，不是啪倒，还要再排椅子嘛，对啊，要排椅子啊，所以我跟你讲，天将降大的任于斯人也。真的，你看哦，台美党一开始一起步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波折啊，终于还是回到了我们廖董，所以大家跟着他走了，以他的个性无欲则刚啦，我跟你讲，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把台美党真的让台湾人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政党的选择啦。各位这个天意了哈，天意啦，我真的觉得，我不是讲吗？从我们开始谈到51周到今天，其实在4个月5个月呢，我们党已经成立，然后开始展现能量出来了。这一切我都是被动的，副国党主席他最清楚。对啊，我就是一路那个周老师他带来的，他带来见我的，然后那个什么大使听到我的直播过来的这些东西，一系列的东西，他主席都很清楚嘛。所以到今天我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去求来的。就是什么水到渠成起来的，所以这个能量才是最大的哈。这个也怪我了，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啊，就是说不敢承担，想说让一个有能量的帮我承担，我在后面当推手就好。不过有些事情真的是天意啦，天意。其实我直接干嘛给他讲一下，就是天意啦，好不好？那个我也来爆料一下，其实刚开始要组台美党的时候，廖董有一天từ台北回来跟我讲，伊决心要台美党的主席要让咱郭大使来做。我一听我讲，你神经病，你这个是你一手一步一步这样给这个小 baby 把它踏起来，当然是你要来领导。我跟你讲，多少人是因为你
来领导这个台美党，大家才愿意来对你行。啊，你乃突然安尼，伊讲吼啊，看你我伊讲，人家郭大使有好多的，人家又在美国有这样的经验，各方面嘛我说你格局要这么大，好啦，我也不忍心再说你了哦。你看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开始。所以啦，金章真的他这个人就是我讲就真的四个字，无欲则刚。一个人有这样的特质，我相信他在做这种政治的公众的事务这个党一定在一开始就会走得非常的稳健他不会有任何的那种私人之见私心所以我相信富国党他刚刚说来我们中部这个台中富国党办公室，台美党暂时来这边这个我真的是感觉我们富国党是与有荣焉他不是来我们这里赞助的，我们是邀请他来的啦他也愿意给我们这个面子，我很当然是很欢喜的能够跟台美党一起在台湾的政治这条路上成长，我们富国党真的感到非常高兴也光荣了。走政治这么久了，我觉得啦，政党跟政党之间，可能我跟凯莉两个是最真诚，而且真正在合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盘算了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好不好？这个0800已加入会员6个月，他说好了，廖主席、陈主席及各位，台湾澎湖加入美国，其中之一的好处是破了中共的统战手法，台湾人即使主张台独，但最后接受加入美国，然后台湾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必须有强大的靠山，才能真正的保护台湾。这句话当然是对的而且这是我们的论述嘛。为什么讲台独都是伪命题？你统独都是伪命题。台湾人有70%不同意啦，80%不同意啦，独有30%不同意啦，而且不同意的一个是最大的中共。就算你独立之后，独立了3年5年，像乌克兰独立几十年了，人家是打你还是打你？所以我们找到一个论述，找到一个让台湾安身立命的办法，就是成为美国的海外属地。各位，美国海外属地你去看一下，它海外属地非常非常的多，其实大部分都是抢来的他有什么不能抢你？我就跟你讲，一定要搞清楚，美国是霸权，所以没有关系，可以让他们这些反美人去骂没有关系我就是霸权我德州也是我讲的，美国只有13州其他一个州不是战争打来的，没错，只有那个什么拉斯维加斯是买，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反正兵役那个是买的。讲到论述我现在要讲一个很严肃的事，因为我发现我们台美党的党员支持者都做水准的每个人都能言善道。我刚底下台办几个跟我底下讲公司来我讲，这是我自己研究的心得如果各位觉得要补充或是有哪里不对，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我们一起讨论，因为我们必须每一个台美党人都是一个宣传员，所以我们要出去宣扬我们台美党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台湾可以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一州嘛，成为美国的联邦嘛，对吧？那你要怎么去跟他讲？所以这个要讲到一个比较论述的一个那个历史上历史点上就是说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它是从清朝的甲午战争，清朝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对不对？日本就来台湾统治了50年嘛，然后到了2次世界大战他就战败了。好，这个时候日本要把台湾跟澎湖这个主权让出来，因为他是战败。那我跟你讲这个时机点大家要很注意一点，就是当时的最大战胜国不是中华民国，是美国。所以美国是拥有对所有战败国的让出未来主权，它是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日本要战败的时候，那时候有曾经各位你网络上都会看到嘛，那个似是而非讲的有一个叫做开罗宣言，对不对？有一个波茨坦宣言嘛，那个是比较早期的，就是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中共赶来台湾的时候，他还在大陆的时候，他也是那时候也算是世界的一个大国嘛。那时候确实有一个开罗宣言，一个波茨坦宣言，大家有在坐来啉茶时这个世界几强有在讲啦，讲不日本将来败了之后，那个台湾澎湖
不过好您中华民国，因为那阵中华民国是在大陆哦，没有来台湾哦，就给你中华民国算了哦，确实是这样。好，这一段是在前半段哦，我跟你讲，台湾真正的情况是在后半段，就是等到日本真的战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局势变化太快，中华民国在大陆一下子本来在大陆拥有那么大一块土地，就被那个万恶的共匪一下子武装叛乱，就把他赶到台湾来，对吧？赶到台湾来，严格来讲，像我们外省人来讲的话，这个叫做流亡到台湾嘛，好，那他来到台湾，我跟你讲，那个开罗仙人、波茨坦仙人，那个当时大家讲的那个共识已经没去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是在大陆那个那么庞大的中华民国了，你是来流亡到台湾，你已经说难听一点，你已经所有一切都丢光了。所以这时候，美国在1951年召开了一次旧金山合约。美国当时就依现在的世界局势，旧金山合约他就讲了，那你现在那个中华民国号称中国你们现在大陆有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号称中国你们这个现在你们自己在那边桥北都后，那我们这个旧金山合约我们两个都不要邀来开会那我们现在美国就那个国务卿杜勒斯嘛，负责这个会议，他邀集了全世界不知道几十个国家来开这个旧金山会议，其中针对台湾的部分，最终美国因为他是最大战胜国，他有主导权，他最终就说了，过去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中共赶来台湾的时候，大家有默契说要把这个台湾澎湖给你，这个事情已经没遵守了那你已经都流亡到台湾了来，我跟你讲，那现在我们要把台湾跟澎湖这个地位主权设为未定，现在就没有给任何人就悬在那里了那日本是把它抛出来了，就这样你中华民国你已经流亡到台湾，就让你在台湾吧你就在台湾你就把台湾的行政管理你就去做吧，但是你没有拥有这个主权，这个是事实，这不是我在这边随便乱说的以前国民党早期的一党独大的时候，给我们党国的教育，对吧？就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已经要归还，那个是前半段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历史的转轮已经转到那个旧金山合约，美国这个最大战胜国讲了台湾澎湖地位未定。好，就在这个基础上，前阵子美国在台协会的古立远处长美国国务院有讲了，古立远说的话就代表我们国务院，就代表美国政府说的话他又讲了台湾澎湖主权地位未定你都卖过底下摇巴叉，这就是我们台美党论述说我们台湾可以加入美国成为一州，可以加入美国成为联邦的一个这个历史的这个论述的事实所在了。国民党现在开口闭口就什么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那都前半段了，那都已经不是这样大家要了解这段历史。国跟国是要条约的，不是宣言的。宣言就等于 MOU 备忘录。对啦，就类似拿这个来讲，你们笑死人好不好？我怎么这么久各位啦，对了，所以刚刚这个有一个傻子，他说放弃自己的国格加入美国也是二等公民，夏威夷都不如。他这样讲好像夏威夷很差，一起不去个夏威夷嘛？对吧？这些人完全搞不懂状况是没有这些人在我们这边出现是没有，我认为没有意义的啦。川普开始动这些人民主党很多议员这次真的会被抓昨天已经念的那个这个就是他们在用什么？用马杜罗那一套作弊的方式引进到美国，对啊，所以他们的选举很多是靠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美国可以宣战的，因为你在什么控制我的总统大选，总统我的议员，这个美国可以宣战的好不好？所以这款代志本来就可大可小。川普这个他做这些事情一定有他的考虑。川普做来是一波一波来，我一步一步压迫你，我先把国内处理完了，那我就会很多人说对啊，这些人跟谁沟通？跟谁串通？当然跟中国啊，还有谁？全世界还有谁会去怎么毒害你？我跟你讲，美国民主党就是当时就川普第一次选的时候，那个他的对手民主党川普是共和党，对不对？他的对手就是那个民主党克林顿的老婆嘛，叫希拉蕊嘛，
你知道希拉蕊他曾经在他自己的那个电脑的那个秘密的那个 email 里面跟他的幕僚讨论过，可以把台湾牺牲掉，我们为了要跟中共勾搭，可以把台湾卖给中共，你知道吗？他们曾经有过这种思维，这种想法。那是不是希拉蕊没动算？好，那我跟你讲，因为中共是非常希望美国民主党希拉蕊那一次要当选嘛，所以美国之前的选举那个投票方式有那个投票机就是你自己去按那个键啊，就像你去那个提款机那按键投票机那个机器是中共制造的，然后一定是那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跟民主党那种勾结嘛。他们那个投票机就说廖金章今天去投陈凯丽，结果他按下去陈凯丽，结果不是跳到是那个王某某，很容易作弊的，好容易作弊的。你知道很好笑吗？就这样，那个叫做多猫腻投票机。川普现在不就是他就是要把美国这种投票制度完全改制成像我们台湾这样，你就直接提身份证来我有名册我来对因进去嘛，美国嘛有那个不在籍投票，你看国民党就是要走回他们可以作弊的那一个制度，人家美国现在是要走来我们台湾原先那种非常完善的那种严谨的那种要对身份证的那种制度，你看很好笑啊。所以我说嘛，这些中国这些穷了18代的泥腿子妈的吃了3天饱饭就想意淫全世界。你看刚刚这个家伙一直在讲说，哎呦你们想夏威夷是吧？想要喝椰子汁喝到饱嘛？你根本不知道夏威夷它的福利有多好。夏威夷其实是美国所有的州里面最幸福的。没错，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啊！你先走出你们的村子口啊，山沟沟里走出来看看世界好不好？你好不容易都翻墙了，还到这边跟着什么？跟着那些土八路，很可怜啦。我跟大陆所谓的那个支持共产党的那些，你不是红二代，不是红色贵族的人然后你支持共产党，我只跟你讲一个事这个是我在大陆经商的时候，那个红二代跟我讲的，他们喝的一瓶红酒他们搜刮那个大陆几亿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们是红色权贵嘛，他们是红色的后代嘛他跟我讲，他们喝了一瓶红酒是美金20万然后如果你不是他们这种红色的后代，然后你去支持共产党，你先良心摸着，你有共产党有没有让你喝一瓶红酒是美金20万的？如果有，你再去支持共产党啦，不然你去这样一直支持共产党，人家那个红色权贵看你真的是神经病好，我们时间快到了，我最后跟这些台湾的这些亲共者讲，其实你们是最悲惨的一群人。我说你们说清朝末年自己把自己小弟弟切掉，说要进宫当太监，然后清朝亡了，这一批最悲哀的。我这句话不是在开你玩笑，因为共产党已经要垮掉了。台湾对，我说台湾百年腾飞是我们台美党的图腾。这一句话我讲了4年，到现在台湾没有人在讲，还是只有我们在讲，绝大部分人看不懂。我们要做那群看得懂的人，所以我们这方面当先知。我告诉你们这些亲共挺共者，未来会非常非常的惨，因为共产党每到一个地方先杀了就是这一群带路党。国民党当时你们最清楚嘛，投降共产党那些国民党后来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好下场没有一个好下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替他们喊替他们怎样，把他们带进中国，你就带进台湾，你就会怎样？你会死得很难看，而且你全家都会出大事，因为台湾人不会放过你，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你。没错，不要傻到这，因为你们最清楚嘛，你们是经过这一段斗争跑到台湾来的，比我们台湾人清楚。所以没错，我今天在节目结束前再警告你一次，也在跟你讲提醒你一次，其实人真的要真的走正义公理的大道了。没错，我们今天走到这样了，他们是不是说什么沈伯洋要把正式判为什么的？他们要全世界来引渡，为什么沈伯洋不怕？我跟你讲，我说我以前说，因为我太小咖，现在我的政党如果越来越大，有一天我也会受到这种待遇。可是你知道我们会害怕吗？我不会害怕，我菲律宾也去啊，印度越南也去啊，我哪里都敢去啊。我只要不去亲你中国的国家就好，你真能把我怎样吗？就是说我们台湾人不害怕，既然站出来为这个国家，就不怕你恐吓了。
你那些只是个笑话，只是让台湾人成为一个笑话，你让中国人看出说，让台湾人都不怕你今天讲那干什么啊？我们一定要用最坚强的什么正义感，我们的勇气把这个国家冲出去。对，如果每个人都按着加这个一怕，我看没有人站出来就完蛋了。啊，对，不要觉得这很容易，像我们这样敢站出来也没贵靠找，好不好？好了，时间早。我最后我也讲一句，万丈高楼平地起，盖100层的大楼也是要先挖地基，所以台美党一定也是要一步一脚印哈。民进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还被国民党抹黑成什么暴力党，对吧？还都不叫他民进党，叫民插党，你有没有印象？那一段历史啊，或是插进党，都还不叫他名字。所以我跟你讲，台湾一定要是2个最大的党，一个执政，一个在野，都是台湾人成立的党，然后真的是良性的竞争，这个不要是口号，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所以台湾未来就是走台湾人自己的政党民主政治哦。国民党已经完成了台湾阶段性的那个政党的历史任务，让它扫进历史垃圾堆。我们一起去把国民党留下来这个基层这些选民，我们把它重新把它迎接到我们的台美党、复国党来，然后让台湾就是2个台湾人的政党一起竞争，好不好？谢谢。对啊，他刚刚讲说高市长这通过了反间谍法，台湾根本没有啊。对啊，这我跟你讲，我们一点一滴把它指出，民进党真的有很多我们要去做啦可疑的地方，让各位去知道。你没有能力把它推下台，没有关系，把台北党推上去。对，我们绝对把这些事情干好。你放心啊，我觉得干的比你想象还要多。我告诉你，我们先推这个台湾不准宣传共产主义，开什么玩笑？那这些这些什么退将，我第一个全部抓起来枪毙。我告诉你，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下周再见。好，各位晚安，晚安。